这节课我们要讲建筑。建筑呢也是山水画中典型的常用的，有亭子、房屋、桥梁。我们先讲亭子的部分。亭子的造型啊、材质表现在画面中也有很多讲究，要与画面的气息相配。一般放在高处的和岸边，视野比较宽阔的地方，让人们歇脚、赏景、休闲、观瀑，这个作用。要根据我们的画面啊，根据画面需要，结合亭子的功用，安排亭子的各种形状。我们一般在高山上的亭子啊，是比较简单的。看啊，我们画亭子的时候，调淡墨，也是我们构建筑的时候啊，点景的时候，墨稍微要干一点，也要淡一点，墨要稍微干一点。先画那个亭子，就是上面的部分。也比较简单，然后左右先画亭子的上面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可以勾下面的柱子。这种比较简单的亭子啊，一般都是在高山上。还有一种这是比较简单的，一般都建在这个山上的位置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在水边、岸边，就是说小河边呀或者江边呀，这种亭子。这是山上的，然后还有江边这种亭子，也是啊。我们先画的时候，也是先从这个亭子尖的部分，我们开始画。我们尖的部分开始画。用笔呢，中锋用笔，一定要肯定啊，一定要肯定，写出它的这个线条的感觉来。先安顶，我们再画下面的亭的柱，然后先画前面的栏杆，后面的栏杆，然后下边的台板，因为这是在水边的啊，我们要画到水边这个下面的支柱。
这是水边的一种亭子的画法。还有一种就是说，我们画这个小河边啊，就是比较缓的水面的时候啊，也有一种比较简单的亭子。这就可以在水边小河边呀，这是一种简易的小亭子。很多种亭子也分了很多种，但是我们那个现代画山水中啊，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几种。还有一种稍微的复杂一点的啊亭子。稍微的复杂一点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线条一定要有力度啊。这也是一种常用的。因为我们这个亭子的安排啊，都是根据我们的画面需要去这个安排，我们要适合的场景，我们这个亭子画什么样的，一定要和这个我们所要表现的、所要描绘的这个场景去搭配我们需要画的亭子。再画一个啊，可以再画一个。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我勾亭子的这个用笔啊，中锋。看我们画的时候，线条走的比较稳，对吧？这样看着虽然这么几笔，但是勾的亭的感觉特别结实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线条，因为这线条走的比较稳，然后一看着这线条有力度，所以我们画的建筑呢，也看着就比较结实。这是几种亭子的画法。这是亭子的画法。